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能想象吗？在人类还没有文字、没有农业，甚至还在狩猎采集的年代，竟然存在一座比金字塔还古老、比苏美文明更早的神秘圣殿。它静静地埋藏在土耳其的山丘下，长达1万多年，直到1990年代才被世人重新发现。这里就是哥贝克利什镇，一个完全打破人类历史认知的超远古遗址。在主流历史的框架里，我们总是被告诉，文明的起点来自于苏美人，约在5000多年前，他们发明文字，建立城市，观测星象，并开启人类文明的序章。然而，哥贝克利什镇的出现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提醒我们，或许文明的故事远比教科书记载的要古老、要复杂的多。因为根据碳14测定，这片遗址的年代可追溯至11000年前，正好在冰河时期结束不久。换句话说，当时的人类应该还只是分散的小部落，以狩猎与采集为生，根本不可能建造出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建筑。那么，这里究竟是谁建造的？他们又是如何在那个年代搬运起重达数十吨的巨石，并排列成精确的圆形结构？这样的问题至今仍让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困惑不已。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灵性觉醒的第一道曙光，也有人大胆推测，或许这背后隐藏着失落的高等文明，甚至来自星际的智慧。哥贝克利什镇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上勒乌尔法地区，当地人称它为肚脐山。这里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古代两河流域的边缘，也就是文明的摇篮旁。难道这并非巧合？或许正是因为这片土地蕴含着特殊的能量与地理优势，才让远古人选择在此立下圣殿。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多个环形石柱群，每一根石柱都有着 T 字形的顶部，高达6公尺，重量可达50吨。这些石柱上刻满了各种动物浮雕，猛兽、蛇、狐狸、鸟，甚至还有一些抽象的符号。这些符号并不是随意刻画，它们似乎隐含着某种深层的象征，或许是原始的神话，或许是古人用来记录天象的代码。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座遗址的年代竟然比农业出现还要早，这颠覆了我们的常识。难道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聚集，并且有能力共同建造如此庞大的祭祀场所？这意味着宗教或灵性的需求，可能才是真正推动人类聚落、农业与文明诞生的核心力量。换句话说，文明的起点并不是生存，而是信仰。在这样的背景下，哥贝克利什镇就不仅是一堆石头堆砌而成的遗址，而是人类精神与宇宙意识交汇的见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冰河期后的荒芜土地上诞生，因为对那时的人们来说，与天地、与神奇，甚至与星辰建立联系，比如何时播种、如何耕作还要重要。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这段历史时，庞福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哥贝克利什镇不只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一扇通往未知的门。它提醒着我们，也许在人类记忆之前，还曾经存在过另一段更古老、更神秘的文明篇章，而这段篇章才刚刚被揭开序幕。走进哥贝克利什镇，你会发现这里的石柱并不是随意排列的，它们呈现出一种高度对称、放射状的圆形结构，中心矗立着2根巨大的 T 字形石柱，周围再环绕着数层同样庞大的石柱群。这种设计不仅在视觉上令人震撼，更隐含着某种精确的秩序感。庞福在对外界诉说，这并不是随机堆砌的石块，而是一座有目的、有计划的圣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石柱的尺寸与重量完全超出了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准，每一根石柱高达6公尺以上，重量动辄20到50吨。要知道，在1万多年前，人类既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轮子，更没有动物驯化来帮助搬运。那么，这些巨石究竟是如何被切割、雕刻、搬运、树立起来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考古学家在石柱上发现了精细的雕刻，猛兽的轮廓、飞禽的姿态，甚至还有一些抽象的符号。庞福是一种远古的象形文字，这些雕刻不仅线条流畅，而且深浅分明，展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准。问题是，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达到这样的雕刻精度？是使用石器反复敲击，
还是掌握了某种我们未知的技术？有些研究者大胆推测，哥贝克利石阵的建造者或许拥有失落的高科技。有人认为，这些巨石的切割与搬运可能涉及某种声波、振动能量，甚至是反重力技术。这些听起来似乎属于科幻的想象，但却能解释为何在史前时代会出现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还有人指出，石柱的排列方式与星象有高度的对应关系，特别是与猎户座与天蝎座的星群有着惊人的契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仅懂得建筑，还懂得天文？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发现哥贝克利石阵的某些雕刻似乎描绘了天文现象，例如彗星、星象运行的符号，甚至有研究将这些图像与冰河期结束时的天文大灾变对应起来，认为这座遗址可能是一种天文记录站。这样的假说让人不得不怀疑，远古人是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理解宇宙？另一个令人震撼的观点则来自外星文明的假说。许多灵性与神秘学研究者相信，哥贝克利石阵不仅仅是人类的杰作，而是外星智慧介入的证据。他们指出，巨石的规模与排列方式与世界上其他巨石遗迹，如英国的巨石阵、埃及的金字塔，甚至南美的纳斯卡线条，有着某种共通性。这些远古建筑似乎都在向天空对齐，像是地球文明与星际文明之间的坐标。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哥贝克利石阵就不仅是一座庙宇，而是人类与外星人接触的第一现场。即便不谈外星假说，光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哥贝克利石阵已经是一个奇迹。它代表着在1万多年前，人类已经能够组织庞大的劳动力，并且拥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技术。不论是透过石器、绳索，还是未知的能量工具，这些建造者展现的智慧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史前社会的理解。当你站在这些石柱之间，抬头望着他们高耸入云的身影，很难不产生一种震撼感。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像是一个谜语，正静静地等待后世去解读，而每一个图案，每一条线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在我们以为的文明之前，早已有一群人掌握了超乎想象的知识与技术。哥贝克利石阵无疑在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开端并不像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那样单纯。或许我们正站在一个远古失落文明的遗迹上，而这个文明甚至可能与星际智慧有着某种说不清的联系。如果哥贝克利石阵只是单纯的石头建筑，那么或许我们还能用史前工艺的奇迹来解释。但当我们深入研究它背后的意涵，就会发现，这里蕴藏着远超出单纯建筑技术的深层文明特色。传统的历史告诉我们，农业出现才带来了定居，定居才诞生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才进一步孕育了宗教、文化与艺术。但哥贝克利石阵颠覆了这一切，因为它的年代比农业的出现还要早上1000年。这代表着人类可能先有了宗教，先有了信仰，才逐渐走向农业与定居生活。换句话说，文明的核心推动力或许并不是温饱，而是灵性。想象一下，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部落之间的猎人与采集者原本各自为生，但在某个时刻，他们因某种信仰、某种超越个人需求的目标而聚集。他们愿意耗费无数劳力，搬运沉重的石柱，只为了建造一个与神明、与宇宙对话的场域。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组织性与分工。社会的核心领导者极可能不是单纯的酋长，而是拥有神圣地位的萨满、祭司或灵性导师。石柱上的雕刻并非随意装饰，而很可能是某种图腾系统或宇宙观的符号。蛇也许象征着地底与再生，狐狸或许代表灵性的搅烩与跨界能力，鹤与秃鹰则可能象征灵魂升天。这些符号不仅是动物的写实描绘，而是灵性预言的载体，显示哥贝克利石阵可能是一个灵魂通道，一个连接人与神、人与宇宙的祭祀中心。这种文化内涵暗示着，当时的人类并不是茫然无知的原始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可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宇宙观。某些学者甚至推测，哥贝克利石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宗教中心。不同的部落会定期在这里集会，共同参与仪式，而这些仪式很可能包含祭祀、舞蹈、吟唱，甚至星象观测。它是一个人类早期的圣殿城市，而非单纯的村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可能承载着灵性驱动社会进化的证据。当人们为了参与这些神圣仪式而聚集，他们需要长时间停留，于是必须寻找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可能反过来促使了农业的诞生。换句话说，哥贝克利石阵不是农业的产物，而是农业的起点。宗教催生了农业，而不是农业催生了宗教。这个颠覆性的观点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理解。从社会结构来看，这样庞大的工程绝非小规模部落所能完成，它意味着当时已经有了跨部落的合作，甚至可能出现了超部落性的共同信仰体系。领导者的权威很可能来自于与神沟通的能力，而非单纯的武力。这是一种灵性核心社会，而这种组织方式甚至比后来以王权与军事为主导的文明更加纯粹而神秘。当你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哥贝克利石阵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原始人聚落，而是灵性驱动的超远古文明。它的建造蕴含了组织、信仰、艺术、星象学，甚至某种超越我们理解的智慧。这种文明特色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或许在人类的深层记忆里，信仰与灵性才是最强大的力量，而哥贝克利石阵正是这股力量的象征。这也许就是为石魔，即使经过了1万多年，当我们今日踏入这片遗址，依然能感受到一股无法言喻的能量。这里不仅仅是石头堆砌的建筑，而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讯息，提醒我们，人类从最初就不是只为了生存而存在，而是为了寻找与宇宙的连结。哥贝克利石阵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存在本身，更在于它的消失方式。大多数古文明的遗迹之所以能被发现，是因为它们被弃置、崩塌或埋没于自然环境中，但哥贝克利石阵却截然不同。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遗址并不是自然掩埋的，而是被人为刻意埋藏起来的。这意味着，当时的建造者有意识地将这个神圣的场所用大量泥土与碎石掩埋。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是因为这里完成了他的使命，还是因为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必须保护这座圣殿免于外界的破坏？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考古学者提出几种可能：第一，或许是文明转型，随着农业逐渐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新的宗教信仰或新的社会结构取代了旧有的体系，哥贝克利石阵失去了它的功能。为了让新的秩序顺利推行，旧的圣殿必须被掩埋。第二，或许是防灾或预兆。某些学说认为，约在距今12000年前，地球可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天文事件，例如彗星撞击或大规模气候变动，导致冰河期彻底结束。如果当时的萨满或祭司预感到某种灾变，他们可能选择封印圣殿，把其中的知识与能量留待后世。第三，则是外敌压力。这里可能是多个部落信仰的核心，但随着外来群体或不同信仰势力的崛起，哥贝克利石阵被迫封闭，以避免遭到破坏或亵渎。不论真相为何，这种刻意掩埋的行为让哥贝克利石阵得以保存至今，因为在被掩埋的状态下，石柱免于风吹雨打，也避免了人为的侵蚀。这就是为石魔。当考古学家在1990年代重新挖掘出这片遗址时，它竟能如此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可以说，正因为远古人类的这个神秘决定，哥贝克利石阵才成为今日人类理解史前文明的重要线索。除了消失原因之外，哥贝克利石阵的考古遗迹本身也蕴藏着无数谜题。考古团队至今只挖掘了不到5%的区域，但已经发现了多层结构。不同时期的石柱被重复堆叠与更新，显示这里不是短暂的建造，而是持续使用了数千年。这也意味着，这座圣殿对远古人类而言，极可能具有跨世代的灵性意义。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动物骨骸，显示当时人们可能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甚至有集体的宴会活动。这让人联想到，它可能同时是宗教中心与社会中心、部落之间的联盟或聚会，或许都是在这里举行。换言之，它既是灵性场所，也是早期国际交流的场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切戛然而止。哥贝克利石阵被掩埋，文明的痕迹突然中断。当考古学家面对这片遗址时，总会问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庞大的文明痕迹没有延续下去？
为什么它没有直接演化成像苏美或埃及那样的城市文明？这或许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残酷真相：文明并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更像是一个个循环。某些文明会在高峰时期突然消失，带走他们的技术与智慧，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哥贝克利什镇的消失，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文明断层。有些灵性学者甚至认为，哥贝克利什镇的消失是人类灵性周期的一部分。当某种能量或意识的阶段完成后，整个文明就会退场，留下的痕迹成为后世的种子。或许它的封印就是一种胶棒，等待下一个时代的人类重新觉醒，重新打开这段失落的记忆。因此，哥贝克利什镇的消失不单单是一个考古谜题，而更像是一个讯息，提醒我们，文明可能并不是从无到有的线性演进，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兴盛、消失与重生，而它的存在，正是人类文明遗忘又被唤醒的证明。哥贝克利什镇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不仅仅是它本身的宏伟与神秘，而是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既有认知。在主流考古学中，人类应该是在农业出现之后，才有了定居生活，进而累积文化与技术，最后才诞生出宏伟的建筑。但哥贝克利什镇却颠倒了这个顺序，它证明了，早在农业尚未普及之前，人类就已经具备了组织庞大工程的能力，甚至展现出深刻的宗教、天文与艺术观念。这代表着我们所理解的文明演化，或许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一个又一个被遗忘的高度文明。更让人深思的是，哥贝克利什镇的建造技术与规模，是否单靠石器时代的人类就能完成？这些石柱不仅高度达到6公尺以上，重量更可达数十吨，若无相当的工程规划、测量与搬运技术，根本无法实现。有人怀疑，是否有更高等的智慧存在，曾经指导或协助了这些古人。这些外星介入的假说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却能解释为何如此早期的文明会突然出现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至于为何这个文明会消失，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气候巨变有关。大约在12000年前，地球经历了所谓新仙女木期的气候急冻，许多动植物灭绝，迫使人类重新调整生存方式。也有人提出，哥贝克利什镇的建造者或许并未真正消失，而是将知识延续给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与苏美人，成为后世文明的源头。更神秘的是，哥贝克利什镇后来竟然被人为的掩埋起来，像是有意将它保存给未来的人类发现。这背后的动机至今仍是一大谜团。因此，哥贝克利什镇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过去理解的不足，也挑战着我们对人类真正起源的想象。或许文明并不是从零开始的缓慢积累，而是存在着一个个高峰与断层，一些被遗忘的时代曾经达到过惊人的高度。而这样的神秘不仅存在于土耳其，若我们将视野转向东方，在古老的印度，也同样存在许多史前文明的线索。吠陀经中记载的维曼达飞行器，描绘了能够穿越天空的机械结构，甚至涉及能量与武器的描述，让人怀疑印度是否也曾经拥有过超乎现代理解的高科技文明。在下一集，我们将走进印度的史前传说与考古，探讨这些古老典籍背后是否隐藏着失落的远古科技与真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